女孩偷偷摘下坟头的菊花，插在了妈妈的墓前，随后用骨折的手跪在地上，疯狂地刨着坟头土，想要与离世的妈妈再见上一面。妈妈，她累得瘫倒在土堆上，没想到下一秒却真的被妈妈扶起。这是一部夜里看了都会偷偷流泪的电影，明明是上幼儿园的年纪，小演员薇朵儿却凭借该片成为了影史上最年轻的影后。电影通过儿童的视角挑战死亡议题，竟引发了无数成人的思考。一个还在吮吸手指的女孩，对死亡的概念是那么的陌生，她只知道他们的车子发生了侧翻，就再也没见过母亲了。父亲强忍着悲痛说，妈妈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又在她的石膏上画了一只可爱的小狮子，试图用这种方式安慰女儿。因为爸爸工作的原因，需要把女儿送去姑姑家。到爸爸的指责，波纳特立即开口反驳。Elle a pas fait exprès, c'est pas de sa faute. 小波幼小的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埋怨和对母亲突然离去的不解。爸爸在事故现场停下，看着爱人消失的地方，久久不愿回头。他将小波举上肩膀，接着他告诉了女儿残酷的现实。Ta maman, elle est morte. 小波虽然不懂什么意思，但他知道永远见不到妈妈了。他说妈妈乘着魔镜飞到了童话世界。小波自己都沉浸在悲伤中，还懂事地安慰爸爸要坚强起来，不要难过。直到葬礼结束，爸爸也将离开姑姑的家，可小波却紧紧扒着车门不愿撒手。见到女儿这般模样，爸爸将手表送给小波。Tiens, alors si t'as peur, si t'es triste, tu écoutes le tic-tac, c'est mon cœur qui bat. 而为了守护爸爸，小波也回赠了最爱的玩偶，让他代替自己的陪伴。在姑姑家的日子，小波每晚都会梦到母亲躺在妈妈的温柔怀抱里荡秋千。他们住在天上，一个有金色屋顶、红色砖墙的城堡里。J'habite la nuit avec ma maman et les jours, j'habite ici. C'est la nuit que je préfère. 表哥表姐不相信他的话，两人转身下楼去玩，只留他整天躺在床上，希望能和梦里的母亲多待一会儿。可惜好景不长，这样美好的梦境并没有持续太久。慢慢的，母亲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小波向姑姑求助，希望能多与母亲在梦中相见。看着他那充满期待的眼神，姑姑也是于心不忍，说妈妈不会每晚都来陪他，有的晚上也是要睡觉的。只要他一有时间，一定会再次来找小波玩的。为了安抚这个幼小的心灵，姑姑还讲了一个关于耶稣复活的故事。Elle va faire comme lui, elle va revenir vivante. Aller au ciel avec Jésus. Et un jour, tout le monde va ressusciter. 听了姑姑讲的故事，小波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坚信妈妈一定会复活，于是每天都会在院子里盼星星盼月亮的等待。即便是表姐邀请他一起玩，也是果断的拒绝。他害怕母亲回来时找不到自己。看到小波傻傻的等妈妈复活，一旁的表哥表姐开玩笑的说他没有念复活咒语，说着还突然倒下为他掩饰。小波没有理会二人的玩闹，悄悄地自言自语，祈祷母亲快点出现。姑姑看着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陪着他一直等到傍晚。小波还是不肯回家，他只能无奈地告诉他残酷的现实。Qu'elle viendra pas. Si elle viendra. Jésus, il est venu. Mais les autres gens, quand ils sont morts, ils reviennent pas pour de vrai. Elle t'entend. Elle te voit. Et elle t'aime toujours. 小波不知道怎么掩饰心底的悲伤，只能挥舞着双手，强装欢快地跑远。小波每晚都会向上帝祈祷，可始终没有得到过回应。他觉得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于是拜托表哥帮忙，和他一起祈祷妈妈回来。为了能得到上帝的回应，小波一大早就偷偷背上书包，决定去寻找一些宝物作为贡品。他独自来到森林里，采集了许多的松果和羽毛。准备好了一切后，小波站在高高的石堆上，高举着最大的一颗，大声念着表哥表姐所说的复活咒语。他的声音在空旷的荒野中回荡，充满了坚定与执着。可是他不停变换方向，一遍又一遍的尝试，却都以失败告终。终于，小波忍不住的痛哭起来，哭的是那样让人心疼，连父亲都心急如焚的赶了回来。女儿那狼狈的样子，让他心中既生气又心疼。看着他为了几颗松果， T'es un peu malade, non? 父亲再一次强调了妈妈已经去世，他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看着父亲那愤怒的样子，小波纵使心中有委屈和不解，也只能乖乖地跟着回去。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姑姑将他送去了表哥表姐的学校，希望有更多充满童真的孩子。 Ça va se faire Dieu. C'est Dieu qui décide. Sauf si t'es enfant de Dieu parce que là tu peux lui parler. 小波不停地追着对方，让他帮自己成为上帝的女儿。女孩一脸严肃地告诉他，必须通过3个考验，第一个就是跳过充满岩浆的地面，这样上帝就会觉得你很勇敢。小波看着那想象中的岩浆地面，心中虽然害怕，但为了能见到母亲，他还是鼓起勇气跳了过去。第二个考验就是向上帝真诚的祈祷。于是晚上，他便偷偷地溜进祈祷室，一脸虔诚的双手合十。Je veux parler avec ma maman. J'ai essayé, j'ai pas pu.
Elle m'a jamais répondu. Je lui ai dit de me parler. 他向上帝诉说着自己的思念，希望上帝能让母亲回到他身边。他擦拭干了眼泪，才默默走出祷告室。小波不想自己伤心的样子被母亲所看到，他期待着与妈妈的相见，说自己还欠了对方好多的亲吻。隔天课堂上，他突然找到老师请假，说自己不舒服，表姐把他带回宿舍休息。可等对方离开后，他立马就卸下了伪装，对着墙壁开始了新一轮的祈祷。他希望上帝已经将自己的诉求转达给了妈妈。Moi, ça va. J'attends sur mon lit. Comme ça, c'est trop secret. Personne ne verra. C'est ma deuxième prière. Je suis très contente. 尽管他如此的虔诚，他的祈祷仍然没有任何回应。同学说着并不怪上帝，因为他还有一个考验没有完成，那就是挑战黑暗。为了快点见到母亲，小波拜托表哥表姐把自己装进垃圾箱里。他把爸爸的表给了姐姐，说只要自己在里面待满5分钟，就完成了所有的挑战。箱子里又黑又闷，小波感到十分害怕。可表哥表姐还在纠结去玩5分钟，还是就在这儿等的时候，就听到箱子里传来了小波的哭声，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母亲的出现。然而一切依旧没有改变，过了许多个日子，他都没见到母亲，变成了恶魔的诅咒回荡在脑海，折磨着他幼小的心灵。夜里，小波很是自责，向表哥哭诉自己害了妈妈。Et que c'était bien fait si ma maman elle était morte. T'es complètement débile. Toi t'es gentil, moi aussi je suis gentil. 在表哥的劝说下，小波渐渐恢复了平静。这晚他终于梦到了妈妈，于是兴奋地找到表姐，说母亲拥抱了自己，还闻到她身上很香的糖果味。Tu sens aussi? Non, je sens rien. Je sens rien. Elle a dû repartir. 表姐的话让他很是失望，脸上笑容渐渐消失，开始认为妈妈出现的每一个梦都是假象。由于对母亲太过思念，他独自背上了行囊，溜出了幼儿园，一路跋山涉水来到妈妈的墓地。他驻足了许久，觉得母亲的墓碑不好看，于是摘下了隔壁坟头的菊花，插在了妈妈的碑前。可墓地的死寂安静的可怕，他眼神中充满了悲伤和绝望，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颜色。小波哭着用受伤的手刨土，想要与地下的母亲相见。Oui, cette nuit, tu m'as serré dans les bras, j'en suis sûre. Toi aussi tu m'as serré. 回去的路上，妈妈一直教小波要做一个朝气蓬勃的、坚强快乐的小孩，要敢于面对生活，还把自己的红毛衣送给了小波。穿上妈妈的衣服，小波心里很是开心，他觉得此刻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Si tu vas pas, ils vont t'oublier. 他想劝母亲和自己一起躲起来，可是妈妈不能长时间待在这里，答应他每晚会去梦里相见。小波虽然很是不舍，但他答应了母亲做个坚强的小孩，于是调整好情绪跟妈妈回到山下。Alors file, et n'oublie pas que je t'aime. T'oublies pas, hein? 尽管小波有无数次想要回头再看妈妈一眼，他还是忍住了。可当他想要再说声再见，却发现母亲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次他没有哭泣，心里已经接受了母亲离开的事实。他的眼神有些不舍，但却多了一份成熟。父亲在幼儿园没接到女儿，找了他好久，心里很是担心。Avec ma maman, revenue dans sa peau, moi j'ai même pas eu peur. 小波把与妈妈相见的点点滴滴都向父亲描述了一番。他坐上车，对着父亲说了最后一句。Elle m'a dit d'apprendre d'être contente. 他终于接受了妈妈死亡的事实，决定以崭新的态度面对未来。这部电影用最纯真的视角，诠释了生命中那些无法回避的离别与伤痛，以及在痛苦中绽放的希望之花。只有经历过黑暗，我们才能更加珍惜光明；只有承受过失去，我们才能更加懂得拥有的珍贵。要学会用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那不是强颜欢笑的伪饰，而是在破碎现实中依然愿意张开双臂，拥抱阳光的勇气。